人生的六大言行之道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总是不断的面对各种情境和人际关系。在这个多彩多姿的世界中，智慧和涵养成为我们行走的座右铭，指引我们如何在交往中保持真诚、善良，以及坚守内心的价值。这篇文章将深入探讨交浅不言知心话，怒时不说伤人话，逢人不说抱怨话，人前不说狂妄话，轻易不说承诺话，以及玩笑不揭他人短这6个原则，探讨背后的智慧与涵养，并阐述这些原则如何引导我们走向更豁达、负责任、谦卑、善良的人生。一、交浅不言知心话，智慧的深度。在人际交往的复杂世界中，智者往往能够以独特的智慧维持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距离。这种距离并非冷漠的表现，而是一种保护两者尊重的智慧之举。当我们面对初次相识或交情尚浅的时候，轻易言明内心的秘密可能让人感到突兀，甚至造成误解。因此，适时保留一份距离，避免过早敞开心扉，成为维护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一环。这种交浅不言知心话的态度，并非单纯的戒慎和保守，而是一种对智慧的体现。智者知道，在关系的起点，言之过早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风险。这不仅仅是关于自己的保护，也是对他人的尊重。将内心的深处仅仅分享给深厚友谊的伙伴，是一种珍贵的体验，更是对友谊真诚性的坚持。智慧的深度在于能正确评估人际关系的时机，知晓何时该保持距离，何时该展现真诚。这种深度并非对他人的怀疑，而是对人性及人际互动规律的洞见。这样的智者，懂得在关系稳定且信任建立的时候，以深度和真诚的方式打开心房，分享内心的种种情感和想法。保留交浅不言知心话的态度，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。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随意分享内心可能引来不必要的压力和困扰。智者懂得守护自己的心灵空间，不让外界的种种干扰轻易侵入。这种自主权的保护，使得智者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保有一份神秘感，并且有能力维持内心的平静。交浅不言知心话的态度是一种智慧的选择，它不是在逃避真实，而是在适时的保护自己和他人。智者能够敏锐的感知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，选择适当的时机展现内心的深度。这样的智慧，使得我们能够在复杂的人际网络中保持一份独立和自主，同时建立真挚且持久的友谊。二、怒时不说伤人话，涵养的雅量。在人生的旅程中，我们难免会遭遇种种令人激动的情绪，其中怒火更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感觉。然而，真正的智者懂得在激动之际保持冷静，不让愤怒左右言语。这种涵养出的雅量是一种情绪管理的高超技巧，不仅体现了我们对他人的尊重，也彰显了个人内在的修养。在怒火燃烧的时刻，保持理性是一种非凡的能力。这并不是避免愤怒情绪，而是在愤怒中保持冷静，不被情绪所左右。这种冷静的反应，需要我们拥有一种超越常人的内在修养。正如古人所说，怒而不言，是为雅量。雅量并非一种苟且不议的姿态，而是一种对内心深处的自我约束。在怒火中保持冷静，不言伤人之语，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，更是对自己的尊严的捍卫。这样的内在修养，让我们能够在情绪的风暴中保持一片宁静的湖面，不被外界的波涛所扰乱。怒时不说伤人话的背后，是一种对人性的深刻理解。我们懂得每个人都有情绪的起伏，都有脆弱的一面。在这样的理解下，我们学会了在激动的时刻保持沉住，避免用言语伤害他人。这种善待他人的态度，同时也是对自身心灵健康的照顾。这样的雅量不仅体现在个人情绪管理上，更是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重要一环。在家庭、工作、社交等各种场合，怒时不说伤人话的能力，让我们成为人际间的桥梁，而非破坏者。这种积极的态度不仅赢得他人的尊重，也能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，促进和谐的社会氛围。怒时不说伤人话是一种情绪管理的高超技巧，需要我们不断修炼与提升。这种雅量不仅体现了个人的内在修养，更是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一环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将这种怒时的雅量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三、逢人不说抱怨，豁达的心态。生活的旅程充满着各种挑战和困难，而许多人在寻找宣泄途径时，往往选择抱怨。然而，真正具有豁达心态的人知道，在逢人之前保持缄默，不言抱怨，
是保持良好形象的重要一环。这种态度并非逃避或否认生活的困难，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。透过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展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，让自己和他人都能从中受益。拥有豁达心态的人，在面对挑战时，不会立刻陷入抱怨的漩涡中，而是冷静地分析问题，寻找解决方案。他们知道，抱怨虽然可以暂时舒缓情绪，却无法改变现状。因此，他们选择用积极的态度面对困难，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，一个学习的阶段。保持沉默而不说抱怨话，并不代表封闭自己的情感，相反，这是一种高 EQ 情绪智商的表现。这样的人懂得掌握时机，选择适当的场合和对象分享内心的感受，而非在每个人面前倾诉不满。这种智慧的表现不仅显示了对他人的尊重，也能够在适当的时机获得更有效的支持和建议。逢人不说抱怨的行为，不只是为了维护个人形象，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积极态度。这种态度在他人面前不仅能感染他人，也能励发他人寻找积极的解决方案。乐观的心态能够产生正面的能量，激励身边的人一同面对挑战，共同迎接生活的种种起伏。最后，保持豁达心态，逢人不说抱怨的艺术不仅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更在于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。这样的心态不仅使个人更强大，也能够在周围创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。让我们共同培养这种心态，让人生的旅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4. 人前不说狂妄话，谦卑的品质。在现今社会中，谦卑被视为一种智慧和成熟的象征。当我们能够在人前保持谦卑的态度，不言狂妄之词，这不仅是一种自我修养，更是对他人的尊重和价值的理解。谦卑并非表现出自卑，而是一种真诚对待他人的方式，是一种不断学习成长的心态。谦卑的品质使我们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。当我们不自视过高，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时，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深厚人际关系的大门。这种谦卑的态度让我们在团队中成为一个愿意合作、共同成长的伙伴，同时也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与信任。与自以为是相比，谦卑的人更容易吸引他人的注意。这种谦卑并非伪装，而是一种真实而温暖的光芒，使人愿意与之互动。谦卑的人往往显得更有深度和厚重，因为他们不单只注重自己的表现，更关心与他人的共鸣和连结。这样的人在人群中显得耐人寻味，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。此外，谦卑也是一种学习和成长的态度。当我们乐于接受他人的建议和批评，不以自我为中心，就能够更快速地修正自己的错误，不断进步。谦卑的人明白知识无穷无尽，而每个身边的人都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对象。这种谦卑的学习态度让我们不断充实自己，更能在人际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帮助。谦卑是一种彰显智慧和成熟的品质。通过保持谦卑的态度，我们不仅能够与他人建立更深的关系，还能够在人群中显得更加独特和引人注目。谦卑不是一种弱势，而是一种坚韧的力量，使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中更加充实和丰富。5. 轻易不说承诺话，责任的坚守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承诺被视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约定，它不仅反映个人的诚信和可信度，更深刻地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础。然而，轻率地给予承诺而未能兑现的行为，不仅可能破坏关系，更可能在心灵层面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。因此，智者懂得谨慎对待自己的承诺，只有在确保能够兑现的情况下才会做出承诺。这种坚守责任的态度成为建立信任和维持稳固人际关系的基石。在现代社会中，人们的生活节奏快速，种种压力让人更容易在承诺时轻率行事。然而，真正有智慧的人了解到，承诺并非轻率行事的藉口，而是一种严谨的自我约束。这种态度不仅体现了个体的成熟和责任心，同时也向他人传递出值得信赖的形象。通过谨慎对待承诺，我们建立了一个稳固的信任基础，使人际交往更加和谐并充满诚意。责任的坚守不只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望，更是一种对自己言行的谨慎。当我们能够履行自己的承诺时，不仅让他人感到安心，同时也强化了自己的自信心。这种自我约束的态度，使我们在生活中更有方向感和目标感。因此，轻易不说承诺话的行为，实则是智慧和责任的两重表现。
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和个人成长中都更加坚实可靠。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，信任是一个渐进建立的过程，而承诺的履行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步骤。当我们避免轻率承诺，并且始终保持对责任的坚守时，我们不仅获得了他人的信任，也让自己更加成熟和有价值。因此，让我们以智慧和坚持的态度，轻易不说承诺话，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，更是对自己的一种呵护，让我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更加稳固和可靠。6. 玩笑不揭他人短，善良的本质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幽默和玩笑是缓解压力、增添欢乐的不可或缺的元素。然而，在追求欢笑的同时，真正的善良之人懂得在玩笑中保持良好的道德底线，不揭他人短，这是一种高尚的品质。善后的人善于运用幽默，但他们清楚自己的笑点，并且懂得在幽默中避免伤害他人的感情。这种善良的本质不仅体现在言语上，更表现在对他人感受的尊重与关爱上。不揭他人短，就是不以他人为笑柄，这不仅是一种修养，更是对他人的尊重。在言谈之间，幽默应当是一种促进欢乐的力量，而非一种激起他人困扰的手段。不揭他人短，是维护友谊和谐的方式。当我们懂得在玩笑中保持尊重，就能够建立起更深厚的友谊基石。善后的人知道如何用幽默缓解紧张，让人感到轻松愉快。然而，他们明白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拿他人的瑕疵开玩笑。相反，真正的善良之人会选择性的使用幽默，让每一个笑声都充满正能量，而非挖苦他人的弱点。这种善良的本质反映了一种内在的高贵品格。善后的人理解到，笑容应是彼此共享的，而非建立在他人的痛苦或尴尬之上。这样的善良不仅使自己更受欢迎，同时也为他人燃起一盏心灵的温暖之灯。善后的本质不仅体现在日常行为举止中，更在幽默和玩笑的运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保持不揭他人短的善良，不仅让生活更加欢快，也在人际关系中播下友谊的种子，让深厚的情谊在欢笑声中茁壮生长。在总结这6个原则时，我们发现它们都反映了一种高度的智慧和涵养。这种智慧使我们能够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，保持真诚和尊重。这种涵养则是我们内在修养的体现，使我们在各种情境下都能保持冷静、理性，不失风度。这6个原则不仅是言行之道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，引导我们走向更豁达、负责任、谦卑、善良的人生。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努力，以这6个原则为指南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